突发交接，突发交接，家人们爆发了，爆发了，爆发了！大家伙千万要注意防护啊！疾恐肯雅热病例呈上升趋势了。我一点不扒瞎啊，说现在湖南也出现疾恐肯雅热输入病例了。我的妈！说疾控中心啊，声称说他们那块这个白衣蚊密度那是相当大了，而且是打工的大省。广东佛山爆发的疾恐肯亚热疫情持续扩散，蔓延至周边地区。据广东省疾控局8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重灾区佛山仅过去1周新增近3000宗病例。中共对新疫情再次采取了运动式的防疫措施，包括重启核酸筛查等等。那么当地疫情到底有多严峻呢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了解。这是境外的毒王，咬一口就可能中招，中招以后有多夸张？有的网友已经花了20万还没有治好，进而坏死，关节疼到你想截肢，发烧烧到灵魂出窍。关键是还没有特效药，没有疫苗，中招以后只能挂水吃止疼片。从核酸检测到抽血到化验结果是阳性，总共花了大概4个小时。然后昨天晚上住院的时候呢，因为吃了退烧药，所以体温降到了37.6度，就属于正常范围。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忽冷忽热的出汗。别再喷我了，求你们做个人吧。首先来讲的话，佛山肯亚热是不是已经超过了4000的病例？你像新冠的话，它主要是攻击人的肺，那肯亚热的话，它主要是攻击人的关节。如果身体不好的有并发症的，这个就更难说了。第二的话就是佛山是不是已经启动了应急3级响应？你们还好意思说我为了流量？就这事实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都装聋作哑，看不见听不到吗？爆发的太快了，广东疾恐肯雅热病毒已经发现了5000多例了，而且其他的省份也有上升的趋势。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？千万别变异，因为它是一种单链 RNA 病毒。我不是危言耸听，新冠大家都记得吧，就是属于单链 RNA 病毒其中的一种。而新冠病毒之所以厉害，就是因为它那个变态的变异能力。这个疫情严不严重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出动了调机几百号人来清理垃圾的。广东疾恐肯亚热病毒1周新增至3000例，目前还没有特效药，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。蚊香花露水要使用起来，家里有艾条的也可以像我一样，在做艾灸的同时顺带驱蚊了。聊聊就是关于广东佛山这个疾恐肯亚热，现在超5000多例了。这2天的具体数字，官方也没有报，说多少例，咱们也不太清楚啊。现在肯定是不少，而且这玩意儿现在已经外溢了，前几天就已经外溢到澳门了、北京了，现在湖南也有了。而且这个东西现在是没有特效药，也没有疫苗，而且现在根据就是这个广东佛山的得过这些疾恐肯亚热的，还有目前出院的好了的，有一部分人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后遗症。疾恐肯亚热病毒从广东佛山传出，蔓延至周边地区。当局大搞运动式的防疫，启用大量基层人员，强行入室灭蚊，不让民众离开医院，要求民众自我隔离。当地网友反映，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3医院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医院贴出告示称，发热验血之后7个小时出结果之前不让走。有网友质问，这个政策是谁决定的？100多人困在一个空间里，本来发热就有可能有病毒在传播。那么还有医院贴出提示呢，要求就诊者报告旅居史，对入境佛山、中山、广州的人员及时告知护士。现在在广东省内已经有12个城市中招。可笑的是，中共当初对新冠疫情的遮遮掩掩，现在却突然间高调搞灭蚊的防疫，核酸来了，抽血也来了，排队检测，统一消杀。一夜之间，各个城市云雾缭绕，仿佛又回到了新冠的3年。就连大妈晚上跳广场舞都必须要点蚊香，手拿灭蚊拍。
没想到吧？这我也没想到。咱们东坑也开始灭蚊喽。这个搞得像疫情一样，到处在消杀，好可怕呀！现在村里的防蚊意识做得挺好的，进村出村每个人都要喷驱蚊液。当地政府喊出7天灭蚊的总动员，要求全市所有的社区村庄进行地毯式清理，翻盆倒灌，铲除绿化带，甚至还有的村子强制清理居民家中的农具和作物。室内要搞1天2次的灭蚊行动，搞得像打仗一样。据说呢，顺德那边已经白热化了，志愿者严重不足，政府派武警进社区灭蚊，每天呢都在急招消杀员，有点当年招疫情志愿者的感觉。现在很多人都在猜，是不是又要封城了？当年清零封城的阴影还没有散去，如今又开始重演。网络上一片哀嚎，怎么又像回到了新冠那个时候了？3年白折腾，如今还要再来一轮。佛山各个学校甚至要求学生每天准时拍张点蚊香的照片来打卡。又要捅喉咙了吗？顺德的乐从和均安这2个地方已经开设了一些免费的鸡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。不知道是不是又要捅喉咙啊？好烦啊！这个什么鬼来的？我就在顺德啊，怎么搞啊？又要捅喉咙了吗？因为那社区又在提醒戴口罩啊，这那之类的。我不是危言耸听，新冠我相信大家应该还都记得，它就是属于单链 RNA 病毒其中的一种。而新冠病毒之所以厉害，就是因为它那个变态的变异能力，相信大家都亲身经历过。其实鸡孔肯雅热病毒不仅能够通过蚊子传播，它还能通过鸟类、蝙蝠或者其他各种动物进行传播。大家近期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尽量别去那些水多的地方，及时的清理家中有积水的地方，少接触动物，做好一个防蚊防虫的防范。佛山正式启动公共卫生事件3级响应，但你知道3级响应意味着什么吗？它虽不是最高级别，但是扩散临界点，说明病毒已经攻陷多个区县。类比2003年的北京非典，当时3级响应代表疫情跨区传播，而今天佛山的病例已经是当年的3倍。前2天不是回老家了吗？然后家里有一个老人70多岁，他原先是在常州那边帮小孩子带孙子，然后前段时间他生病了，是一个什么症状呢？就是发烧，然后浑身关节痛，痛的走路都费劲那种，然后自认为没什么事情，回老家这边小县城治疗，然后住院20多天，不仅没有变好，而且每天情况都变得很差。后来快不行了，然后转到杭州这边来
治疗。来杭州的当天就被检查出来了，饥肯恐哑热。河北发现这种蚊子了啊！刚才打算出门，然后在我头上拍到一只。大家都注意，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体温是39.3度，从昨天晚上10点钟开始发烧，一直烧到现在都没有退烧，比较难受，比昨天晚上要难受。到昨天晚上4点钟睡着了一会儿，4点睡到5点，5点之后就浑噩的睡到现在，估计不到2个小时的睡眠吧。现在全身的关节有点酸，有点软。近日，广东再现几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极端防疫的场景。官方称，广东佛山已经指定53家定点收治医院，防蚊隔离床位已经增至7220张。福州疾控也发布消息称，防控形势严峻复杂，国外流行地区以及广东佛山等高风险地区来返人员要进行14天自我健康检测，如果出现疑似症状，立即就医并告知旅居史。珠海高新区统计佛山旅居史的人员，要求所有人员扫码登记。广州市皇盛逸林酒店外搭起来的蓝色帐篷，旁边满是穿蓝色和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和防疫人员。有网友说，大街上搭起帐篷，医务人员当街给民众抽血检测，看这个阵仗，仿佛又回到了新冠那年。也有人说，这就是当下在佛山、广州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情。只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进到大白让人们排队做核酸的那一步，否则2年的回忆就真的全部都回来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